春秋战国，群雄逐鹿，英超最后一轮，曼城、切尔西、纽卡斯尔锁定了下赛季的欧冠资格，英超大结局。再加上此前欧联杯决赛，热刺战胜曼联，以英超第17名的身份成功拿到了下赛季的欧冠资格。还有水晶宫在足总杯决赛中爆冷击败了曼城，获得了下赛季欧联杯的资格。OK， 除去利物浦本赛季遥遥领先，提前夺冠以外，阿森纳在倒数第2轮战胜了纽卡斯尔，成功拿到了一张欧冠门票。而其余5支球队的欧冠资格竞争一直持续到了最后一轮。最终，阿斯顿维拉输给了曼联，赛季末崩盘的森林也遗憾无缘欧冠。下赛季他俩将分别参加欧联和欧协联，而诺丁汉森林参加的是欧协联的附加赛资格赛。英超落幕，最佳射手是萨拉赫，最佳助攻王还是萨拉赫。本赛季的英超金手套由阿森纳的拉亚和诺丁汉森林的泽尔斯共同享有。而过去传统的 Big 6还是有硬实力的，还是有历史和底蕴的，除了曼联以外，其他都进入了欧冠。尤其是切尔西在人员捉襟见肘，赛程也接近是魔鬼赛程的绝境之下，最后竟然获得了第4，你敢信啊？还有曼城这赛季的战绩踢的是要多难看有多难看，最后一看居然只比阿森纳差3分。而英超的新锐纽卡斯尔、阿斯顿维拉和诺丁汉森林，仅看他们最后一轮踢球的欲望还是太保守了，感觉就根本不配去踢欧冠。所以过去欧足联常年只给4个名额还是很科学的。总之，在最后决定欧冠资格的关键战役上这其实就是心理战。为什么有些有目标的球队会输给无欲无求的球队？那就是心理出问题了，太想赢，心理压力过大，做任何判断都可能出问题。而无欲无求的球队呢，就放松。好的，这里是足球新闻，一个有温度的足球频道，我是老 K。所以从英超最后一轮大家的表现就可以看出来，人无论做什么想要做好，就必须在心态上找到一个平衡。太紧张不好，太放松也不好。但是这话说起来容易，谁做起来都难。经验丰富的就能相对做得更好，找到那个平衡点。这就是人类一直无法研究透的心理学，这也是人类最不可能被机器所替代的地方。好的，先点赞再看，养成好习惯。非常感谢您点个订阅，再点个赞。订阅旁边那个小铃铛，如果点开再点击全部的话，就能第一时间收到足球新闻最新推送的视频。好的，赛季结束，诸神归位。封神榜上，咱们先说说切尔西。切尔西这些球员给他们的整个赛季打1个分的话，那么打100分的首先是凯塞多和库库，90分的3位帕尔默、内托和阿达。查洛巴我给85分，而80分的球员有桑乔、马杜、杰克逊、詹姆斯、科尔维尔和乔治，还有一个福法纳。切尔西上半赛季的连胜真的是靠的福法纳，有他在根本不怕那些跑得快的对手。这个赛季里斯詹姆斯的出场率还凑合，詹姆斯是踢了26场，但福法纳踢得太少了，只踢了14场。不过福法纳只要能够上场，表现还是顶级的。100分的凯塞多和库库雷利亚不用说了，这2个没有什么争议。而恩佐和帕尔默客观来说其实差不多，各踢了半个赛季的好球。但是恩佐踢得不好的那半个赛季比帕尔默踢得不好的那半个赛季要好上不少。而内托的表现真的可以，其实也值得上一个95。但是咱们还是严格一些，内托就暂时放在90分。乔治是按照年轻球员的标准鼓励鼓励，所以给个80。而科尔维尔这个赛季的出勤率很高，赛季末呢又得到了净化。科尔维尔是下赛季我最期待的球员，他一直在进步，希望下赛季的科尔维尔能够达到90甚至95分以上。马杜今年是踢得真不赖，再加上内托，他俩真的是属于耗材型的边锋踢法，进攻1打2，防守还得深度回防，真没几个人能做得更好了。马杜就是欠缺经验，他今年真的是长球了，逆足开发也不错，这个球员真的不差的，在本赛季球队进步榜上起码排前3。收官阶段的切尔西能够上场的球员其实都值得满分，因为球队真的不容易，重建了3年，一步一个脚印，最后一哆嗦，别的队全拉胯了，只有切尔西屹立不倒。这就是进步。大家都说切尔西最后是魔鬼赛程，结果魔鬼赛程6胜1负，要不是杰克逊脑子抽风踢纽卡斯尔那一场可能也输不了。
这个说实话比波切蒂诺最后的5连胜要厉害得多。赛季末给人的感觉就是太屌了，熟悉的蓝军切尔西又回来了。好，切尔西打70分的球员有拉维亚、桑切斯、阿仓彭、霍尔、古斯托、约根森、巴迪和吉乌。不及格的有菲利克斯、恩肯库和穆德里克。拉维亚是比赛踢得太少了，要不然可以打90分。霍尔前面的赛季是不及格的表现，但后面的10场能够到80分的水平。另外，对主教练马雷斯卡，从结果看呀，这个赛季可以给到75分以上。上半赛季的表现是90分，下半赛季呢表现60分。如果这个周中还能够最后拿下欧协联，那么再加10分。坦白讲啊，过去几年切尔西的主教练，无论是兰帕德、波特、波切蒂诺，还是马雷斯卡，甚至萨里，目前看还不属于合格的豪门级别主教练。马雷斯卡感觉呀，可能是那个可以让切尔西稳定排在前4的教练，但是他还不是那个能够让切尔西拿大锦标、拿联赛或者欧冠冠军的教练。要知道，现在的英超啊是变了天了，过去的豪门球迷只是拿个前4、拿个欧冠的资格，那根本是瞧不上的。但现在欧冠资格根本没那么容易拿，看看这些积分和以前没法比。就曼城、阿森纳最后比切尔西领先多少分？曼联、热刺这赛季的排名就像是要降级了一样。所以新启程的新蓝军切尔西回到了前4，还有一个洲际锦标可以争夺，这是非常值得开心的事情。总之，现在我们对马雷斯卡还得观察，还得再看看，还得保持一种小富即安的心态。最后一场马雷斯卡的战术安排是非常得当的，球迷们看了之后不禁感慨，你不是会蹲坑吗？你不是会摆大巴吗？你不是也会踢防反吗？桑切斯不是也会不瞎出球吗？那感情之前啊，桑切斯各种玩火，那可能真还是马雷斯卡给逼的。今天呢，每一个球都往前开大脚，之前可不是，之前各种刀山球看的人啊，真是脑淤血都要出来了。热刺的奥波也是这样，整个赛季坚持那一套所谓的漂亮足球，然后决赛的时候踢曼联呀，摆大巴，就像切尔西12年踢巴萨一样。其实热刺的后防线，维卡尼奥、范达芬、罗梅罗这个后防线，要不是那么激进，一直推在高位，热刺这赛季的失球数啊，可能能降个60%，后防还是比切尔西高级多了。切尔西这边主要是科尔维尔的进化有点帮助，特别是最近的上抢和站位尤其值得夸一夸，他现在能盯住人，整个后防就变得正常起来了。客观说，对马雷斯卡整个赛季啊，他大部分时间还是值得表扬的。虽然有时候学瓜迪奥拉整活儿，但是自己能够拨乱反正也算快。切尔西更大的问题还是在于管理层的业余，阵容上有明显的短板，那就是前锋，而中后卫呢都不合格，几个边锋也没有能够真正稳定的。帕尔默在赛季中期的迷失啊等等，这些有教练的问题，但是球员本身的问题更大。毕竟切尔西现在是最年轻的首发阵容，也让球迷们看了2个月的精彩足球，最后能够进前4，运气也不错。现阶段的马雷斯卡还是配得上切尔西的。马雷斯卡每场球的中场调整看起来还是不错，但是他的赛前布置真的很抽象。这赛季好几次听他赛后发布会的时候都说呀，没想到对面是怎么了。这说明马雷斯卡的赛前预判和赛前布置真的是差，但中场调整往往能够起到好的作用。赛季的前半部分，马雷斯卡踢的是相当好，到了25年年初的时候，不知道是咋了，各种问题。那时候看马雷斯卡的发言也是越来越抽象，赛前发布会的新闻都没点进去都知道啊，是马雷斯卡在那儿大放厥词。到了最后的几轮，马雷斯卡依然是乱说话，但是给他呀把比赛给调整过来了。现在咱们就看看下赛季有欧冠之后双线作战会怎么样吧。本赛季最后的4月和5月这2个月，其实切尔西认真说呀，也就输了1场球。虽然在欧协联也输给了华沙，但那是大比分领先输的，可以不算。真正就输了纽卡斯尔1场，还平了2场。但是在圣诞赛程啊，当时的崩盘，马雷斯卡要背手锅，他的调整太慢，用人也太固执了。而冬窗之后没法怪他，管理层冬窗是只出不进，进一步削弱了球队的实力。在冬窗结束还一下损失了杰克逊、吉乌和马杜埃凯3个前锋，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好在最后的冲刺马雷斯卡表现不错，总体还是可以的。光是就杰克逊禁赛这种傻逼的操作，马雷斯卡能够扛下来，那就相当的不容易。圣诞赛程的时候，从埃弗顿那一场以后就开始莫名其妙，比赛几乎也很少做调整。好在最后啊，球队的状态又回来了。所以当时那么轻松的圣诞赛程，切尔西呢结果踢成那个样子，那段时间感觉马雷斯卡人都懵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没有圣诞赛程经验的原因。要不然如果那一段时间的成绩好啊，即使最后不能争冠，但争4应该是轻轻松松的。所以马雷斯卡的缺点就是太固执，跟瓜迪奥拉一样，但他确实呢也是有技战术的。除了瓜迪奥拉可能对他太了解以外呀，他很多临场很多时候看着不慢，
问题就是赛前布置很多时候不重视弱队。但是这个家伙真的是会玩啊！打纽卡斯尔的时候上查洛巴，要不是那个神仙球，最后说不定谁输谁赢呢。所以马雷斯卡呀，算是有点真东西，但是就是瓜迪奥拉的弟子，通病，不愿意看菜下饭，就想着球员去迁就他的战术，理想主义，用人死板，不适合的球员就不用。马雷斯卡和瓜迪奥拉都是属于那种管理层你要么给我买想要的人，要么我一套阵容操到死。这种理想主义不到关键时候不务实，天天惦记自己的那套右边后卫内收。其实他自己也知道左边的库库内收会更好，为了练兵强行的右边后卫内收。其实他也知道三中场好，到关键时候什么他都知道，但是打弱队就啥都忘了。马雷斯卡确实只玩边后卫内收这一种玩法，不过最后也算是找到了答案，也算牛逼。球迷们都以为要没了杰克逊球队要爆炸，结果马雷斯卡最后2场让库库内收，里斯詹姆斯打边后卫，直接完美的解决了一切，而古斯托也开始了直上直下的踢法。其实关于库库，波切蒂诺上赛季的末端就已经体现出来，库库的内收效果是很好的，马雷斯卡不可能不知道。但为什么马雷斯卡只用右边后卫内收呢？为什么现在库库能够内收呢？那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科尔维尔进化了。在之前科尔维尔没有进化的话，在赛季前半段，如果库库就直接内收，那科尔维尔的防守战术一直是退而不是上抢型的。这样的话，左后卫到左中卫这一块基本上给不到对面防守压力。但最后进化后的科尔维尔能够逼出去，库库也就能够内收了。所以科尔维尔最后的进化，最后的几场能够前顶，对切尔西非常关键。最后的收官阶段，科尔维尔看上去没有之前那么抽象，之前呢一直退，看得人吐血。所以马雷斯卡赛季初不让库库内收，就是为了保护科尔维尔。马雷斯卡在最后几乎没什么人可用的情况下拿到这个成绩，真的是可以了。如果最后拿到欧协联的冠军，马雷斯卡甚至可以封神。好的，咱们说说古斯托。古斯托这个球员本来就是守强攻弱，踢右后卫前插下底还凑合能看，但是一直要求他踢内收真是又没有出球又没有跑位。而且古斯托没有射门能力，对面也不会像防库库那样贴上去，能够帮队友带走一个防守球员。所以切尔西右边的2个后卫真不适合内收，只有左边的库库适合。但是库库内收就必须意味着边锋的个人能力必须强，而左边的桑乔呢是属于边路组织类型的，桑乔需要左边后卫库库过来配合，所以下赛季要么买个能够内收的右后卫帮助内托制造1对1的机会，要么买个个人能力强的左边锋让库库内收。而古斯托回到了右边后卫，又看到了去年的灵性，他的优点就是护球和逼抢不错，护球是真的强，甚至还会转圈，而且脑子也长了，在最后补时的时候还知道漏一下让球出界，又拖延了10几秒。而阿达最后一场没有上查洛巴，上一手托辛阿达，针对森林队的起高球战术，马雷斯卡这个赛前布置值得吹一吹。阿达是免签来的，这个球员在最后一场的表现简直像战神一样，简直就是高达，太猛了。托辛阿达是今年切尔西的后防线最稳定的一环，他有一手推进，有一手长传，还挺准的，但是就是不能推进的太靠前，容易被断。他的中长传不愧是曼城青训出来的，脚底下是真强。但是客观的讲，最后时刻1对1盯对方的中锋竟然冒顶，阿达还是要好好的进步，说明阿达的进步空间还很大。好，关于桑乔的最后一轮表现不怎么样，可能是因为不买断的新闻太多了，影响了他的状态。但是赛后看到桑乔跟着大家一起庆祝，这个家伙桑乔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切尔西球迷，球队赢球进欧冠，他开心也是实打实发自内心的。而桑乔在之前的比赛，他的护球和短传配合可以说是切尔西全队最强的，而最后一场呢明显不在状态。当然左边的库库内收之后没有人过去跟桑乔配合，这也是原因。其实桑乔只要能够接受大幅降薪，还真是可以买断。他踢硬仗不行，但是虐菜踢低级别的还真是好用。毕竟下个赛季的切尔西是多线作战，还是需要球员的。桑乔的买断费不高，只要自己肯降薪只要降到15万周薪以内，那么留下来打打轮换是一个非常合格的替补球员。这赛季的切尔西最后能够进前4，有一说一，桑乔的贡献也是巨大的。好的，切尔西这帮球员真的是很年轻，除了桑乔、帕尔默、恩肯库、查洛巴、恩佐和里斯詹姆斯，其他的球员压根就没踢过欧冠。目前下赛季36支欧冠球队已经定下来27支，由于切尔西老祖宗的基业太厚，最后曼城、切尔西归于第1档，而阿森纳第2档。第1档的球队您看看总共拿下了40个欧冠，而皇马、拜仁、曼城近几年的积分稳坐前3。这个欧冠球队档次的划分是根据近5年欧战积分来的。OK， 关于科尔维尔冷知识，
3年前第一次外租，也是科尔维尔职业生涯的首个赛季。18岁，当时就在英冠的哈镇迅速确立了主力位置，风头强劲。虽然中间也经历了一些伤病，但最后还是随队杀进了当时的附加赛决赛。当时的英超升级附加赛决赛，那也是重量级的呀。而决赛的对手正是离开英格兰顶级联赛20多年的诺丁汉森林。所以今天最后一轮，这此时此刻恰如彼时彼刻，同样都是天价比赛，同样也都是一球绝杀。只是3年前的科尔维尔是半场前几分钟一记乌龙埋葬掉了自己的升超愿望，而今天的科尔维尔下半场没多久就进球，送切尔西重回欧冠。所以这怎么看都算是大场面球员了。本场比赛上半场，科尔维尔不回撤，一直顶在禁区。我一看，心里当时就想，这进球欲望挺足啊！也是一场决定欧冠价值可以上亿的比赛，要是能够进个球，自然一扫整个赛季的阴霾啊！所以科尔维尔真是长球了，1年1个脚步，从英冠的主力打进附加赛，到英超的中游球队半主力打进欧联，再到回到母队切尔西，结果被波切蒂诺莫名其妙练了半个赛季的左后卫，再到现在作为绝对的主力后卫带队进欧冠。没得说，科尔维尔后面的关键场次能够明显看出来他是进化了，是有进步的。而对于球迷来讲，只要他有进步，一直在长球就不怕，哪怕长得慢一点。好的，咱们再看看过去的切尔西有名的几个玻璃人。内托以前就是著名的玻璃人，这个赛季能够保持这么高的出勤率，有那么几场全靠他关键表现拿分，真的不容易。还有马杜以前也是玻璃人，现在呢生龙活虎的。今天的比赛，马杜和对面撞了那一下，我还以为他受伤了，结果镜头一转，对面起不来了，他坐在那喝水。还有传统的玻璃人里斯詹姆斯，詹姆斯最后的关键战能够踢比赛，真的不容易，要不然哪有上一场那么秀的助攻，抢下关键3分？说明切尔西马雷斯卡这赛季的伤病控制还是做得不错的，当然也可以说是用了吸星大法、伤病转移大法。不过呢，即使是拉维亚和福法纳嘛，虽然还是老样子，但是出场时间也比上个赛季增加了。这里必须再表扬一下马雷斯卡，马雷斯卡最大的优点就是懂得对玻璃人的保护。基本上那几个长期伤病号复出以后，都是雷打不动，只让踢半场或者60分钟。即使场上的表现再好，到了点就换，宁可牺牲一点成绩。这种情况下还继续玻璃的福法纳啥的，那真的是没办法呀。特别是福法纳自己还提前复出，当时还呛声马雷斯卡。马雷斯卡本来说他要休息到5月份，结果福法纳看到查洛巴都回来了，急了眼了。内托是真的不错，场上永远是最努力、最拼命奔跑的那一个。关键几次还能救主，是一个成熟的好球员。虽然进球不多吧，但进的都是关键球，特别是对富勒姆那一场绝杀，太长士气了，而且都是进的很帅的那种球啊。还有凯塞多本赛季38轮英超全部首发，这也是兰帕德以来首位能够做到的切尔西中场球员。再加上本赛季到目前为止的各项赛事，凯塞多出场了43次，其中41次首发，打进1球，送出3记助攻。切尔西是有好腰子的传统，防守型中场这一块特别强，历史上就特别强。凯塞多拿的又是公务员合同，只要未来能够保持健康，那么未来肯定是一个切尔西的传奇人物。而帕尔默嘛，这个赛季18场球荒，今年只进了2个球，身价却有 1.3 个亿，英超排名第3，仅次于2亿的哈兰德和 1.5 亿的萨卡。但是呀，英格兰球员嘛，过去我们也说过，大英帝星的身价除以1半比较合理，连人家伊萨克才1个亿。帕尔默竟然能值 1.3 个亿，还有吉布斯怀特25岁了，算是踢了1个赛季的好球，德转的身价5000多万，就喊着必须1个亿才能买。帕尔默呀，本赛季主要还是自身的心理问题，他有些太急于进球了，需要先把心态放平。不过呢，无论主教练的战术如何变化吧，球员本身没有靠自身的硬件能力去进球，那么确实还是实力有问题，身价有些虚高。帕尔默的优缺点都太明显了。这事先谁都没想到帕尔默的进球荒竟然比杰克逊还要久。最开始大家以为他只是遇到了瓶颈，过几场比赛就会表现好起来，但现在看没那么简单。他在场上的肢体语言确实跟以前有些不一样，希望能够振作起来吧。还有曼城的福登也是，突然就是下滑。像帕尔默和福登都是属于泡沫球员，被针对以后，他自己的空间一下子就丧失了。以前还能经常在中场人球分过，球感和齐达内看着一样吓人，但现在对手对他喜欢一上来就对抗，缩小帕尔默的空间，帕尔默的弱点就一下子充分的暴露了。心态呢，长时间也调整不过来，被对手针对以后，他想的也不是多拉扯给队友创造空间，拿球还是一味的单干，
没拿到球就对队友摊手，这还是不成熟啊。要说5000万身价的怀特比帕尔默的1.3亿还是要扎实。怀特的对抗强，覆盖面大，转换进攻推进也很快，下限比帕尔默高。怀特是那种哪怕进攻状态不好，也对球队有正面贡献的球员，不像帕尔默容易完全的隐身，而且帕尔默平心而论也就只踢了1个半赛季的好球。好的，切尔西的转会方面，最新的消息，门德斯和巴萨讨论亚马尔续约的时候，还带来了一个消息，说是切尔西对法蒂有兴趣。这新闻真的有点抽象，法蒂在英超的布莱顿已经验过货了，不合格呀，傻子才会去买。好，另外伊普斯维奇的德拉普将在本周决定自己的未来。现在德拉普不仅是曼联的首选，而且切尔西、纽卡斯尔和埃弗顿都与球员的团队进行了会面。上周切尔西与德拉普进行了积极的谈判，现在可以向他提供欧冠的机会。而且值得一提的是，马莱斯卡曾经在曼城的时候就认识德拉普。现在这几个俱乐部都在等待着德拉普的决定，大家都准备支付3000万英镑的违约金。另外，在前锋方面，阿森纳将选择谢什克或者泽凯赖什，而切尔西也在保持高度的关注。泽凯赖什可以以大约7000万欧元的价格离开葡萄牙体育，谢什克的合同上有8000万欧元的解约金条款。那么不仅是阿森纳、切尔西、利物浦都将谢什科和泽凯赖什拉入了自己的选择名单。另外，针对自己队内的中场大将，切尔西准备推进凯塞多的续约谈判。虽然凯塞多的合同还剩6年吧，但是切尔西大家是知道的，没有10年的合同，切尔西老板是不放心的。目前管理层已经将凯塞多认为是一名世界级的中场球员，这个没得说，切尔西蓝军就是出铁腰。凯塞多在时间节点上完美的接班了坎特，23年坎特一走，凯塞多就来了。那么目前凯塞多的合同是到2031年，这一次涨薪续约以后，如果合同签到2035年，大家都不会意外。好的，最近6轮比赛5胜1负，拿下15分，最终排名英超第4位以后，马雷斯卡在获得了欧冠资格后在个人社媒上发文感谢了球迷。马雷斯卡写道：早上好，切尔西的球迷们，以这样的方式结束英超联赛真是太棒了，20场胜利这是一段漫长的旅程，途中也有一些艰难和挑战性的时刻，但这支切尔西展现了不可思议的品格、独特的团队精神，并始终坚信我们自己的比赛风格。我们做到了，而且是以我们的方式做到的。非常感谢所有的球迷在赛季期间给我们的支持。现在我们将前往弗罗茨瓦夫，希望能为大家带来冠军奖杯。好的，封神榜第2部分，咱们聊聊纽卡斯尔。纽卡斯尔等等几个新锐球队确实还是缺乏底蕴，但最后能够进欧冠，运气也是太好了。纽卡在主场输给了太妃堂，而且最后2场都输了，确实有些差劲。要知道运气总是会被用光的打铁还需自身硬。考虑到纽卡斯尔3个窗口零补强，能够最后达到这个结果，球队是没什么可以批评的，关键还是看管理层未来的规划到底怎么办。而纽卡斯尔的威洛克，真的整个英超可能都找不到更差的球员了，进攻防守没有一个能看的，这样的球员居然能够上场。那么未来如果纽卡斯尔的中场都是像威洛克这样的主要轮换球员，那下个赛季双线作战大概率就没了。纽卡斯尔联队的这帮替补完全不像合格的球员，感觉这帮替补连3级联赛的水平可能都没有。所以对纽卡这样的新锐来说，因为财政公平限制，阵容厚度一时半会儿起不来，但是后防线和中场起码都要有各自1-2个合格的替补球员。像威洛克前年踢得还行，去年大伤以后回来开始水平是断崖式的下跌，这个赛季彻底就变成了英冠的水平。还有朗斯塔夫，上个赛季朗斯塔夫打得还是不错的，不知道这个赛季为什么打得那么差，也没受过大伤，但现在彻底上不了场。好，阿斯顿维拉拿到第6名去踢欧联可能不算坏事，因为他的阵容太羸弱，双线作战如果去踢欧冠，对阿斯顿维拉来说还是太勉强了。而回到熟悉的战场欧联，欧联之王埃梅里下赛季给维拉带回一座欧联冠军，这才是最实际的。诺丁汉森林在最后阶段传出来主帅和老板的不和，这也没什么值得意外。要知道过去的10年间诺丁汉森林已经换了8个主教练，现在森林队的主教练努诺已经是过去10年执教时间第2长的教练了。希腊船王太情绪化，比过去的阿布实力弱，但比过去的阿布脾气却大多了。我们过去也说过，希腊船王想打造一个足球帝国，不仅森林队一个球队，所以诺丁汉森林未来的复兴和崛起最大的问题就是他自己的老板。好的，英超结束以后，本赛季各队的奖金分配也已经揭晓。根据英超联赛的规定，每上升一个排名球队将获得大约300万英镑的额外奖金。英超的奖金已经算是平均分配了1比 1.6， 而其他的联赛都是1比4。不过仔细一看，如果名次差的稍微多一点，这金额上的差距还有些挺大。
除去降级的3个不看，第1名和第17名的差距都已经有4500万英镑了，也就是5400万欧元。哪怕差3个名次，也有1000万欧元的差距，差9个名次就有3000万欧元的差距。所以英超的商业化程度确实高，也拉高了足球投资的门槛。只要进入了英超，就有实实在在的资金，但要想留在英超啊，又需要实实在在的投入。这一来一回，英超的市场流动资金就远高于其他的联赛，再加上商业运营各方面的收入都会水涨船高。但是也有弊端，这些年英超形成的市场泡沫对中小球队极不友好，一旦决策失误，把筹码赌进去了，就可能万劫不复。还有一点就是英超球队普遍把运营重点放在提升商业上，稍微有一些偏离足球的本质，导致大家更多关注球队是赚了多少钱，花了多少钱，感觉好像一切都是围绕钱来的。不过就过去的曼联来说，不管花了多少钱，都证明钱不能解决一切的问题。本赛季利物浦夺冠也证明了钱不能解决一切的问题。还有一点，英超的转播收入平分，降级队有1亿的补贴，分3年给，那也是转播收入，所以这个只是排名的收入，还没有算上平等分配和场次的转播收入。好的，英超联赛，我个人是1995到1996赛季就开始迷上了英超。虽然当时整个欧洲足坛是意甲的天下，但是那2年人们可以敏锐地察觉到，英超在战略上已经进行了完全的脱胎换骨的进化。而在1995年以后，过去的这30年也完完全全的给大家展示了进化之后的成果。所以英超为什么好，主要是战略和管理上好。这里必须我多说一句作为几十年的英格兰球迷，我最迷的就是英国。对很多人来说，大英帝国的一切都是日薄西山，包括过去当美国的小弟，包括自身的核武器和核潜艇也是聊胜于无，疏于维护。还有前几年苏格兰公投甚至想脱离英国，但是在我个人看来，这些大家认为的缺点反而是我认为的优点。英国人或者说昂萨人，他们真的非常善于琢磨战略上的东西。在过去的几千年，英国一直用各种战略和外交遏制了欧洲大陆，不允许欧洲大陆出现任何一个霸主型的国家。那么最近的10几20年，英国人的战略重心也放在了自身的国民收入、自身的国民福祉上面。在英国，从小人们没那么卷，孩子们也不需要那么卷学习，但最后长大之后，就业上、收入上也没有那么卷，所以普通人的福祉，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包括就业率等等关键性的指标。作为一个普通的英国人，长大以后能够平平淡淡的安居乐业，这就是最好的。每年花点钱买一张自己心爱球队的机票，每个周末甚至周中带上自己的孩子，快快乐乐的去看英超，这才是大家想要的生活，这才是英国人想要的东西，并且包括贫富差距不要拉开的过大，对底层要有保底的福利投入，这些东西要聊起来真的洋洋洒洒，可能几个小时都不够。那么在这里呢，就不占用大家的篇幅了。感兴趣真的可以研究一下英国人的战略思考和战术落地，就跟英超的规则是一个道理。作为全世界最出名的最老牌的工业帝国，英国却在几十年前就将工厂都迁出了英国本土。那么在没有工厂之后，英国的经济是怎么样的，结构是怎么样的，这些都很值得聊，很值得研究。好了，这里是足球新闻，一个有温度的足球频道，我是老 K，让我们明天再见。